Smart HD 呢，作为大间的行业标准，一直都在各大的中大型片场出现，曝光率非常的高。但是因为它价格确实是太贵了，大部分情况下大家都用租赁的方式。可是租赁方式确实是会浪费一些时间在路途上，然后很多公司就会考虑说买一些所谓的平替，可能没有那么贵，但是呢又能够满足可能80%的工作需求。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市面上有没有 Smart HD Cine 这个系列的平替。大家好，我是 Ethan。那现在呢，摆在我的左手边就是我们的行业标准 Smart HD 的 Cine， 然后我这边尺寸是13，这条产品线还有 Cine 18和 Cine 24。那在我右手边分别是 OC 时代傲视的 Mega 15S 和 22S， 他们一直都传言中 Smart HD Cine 这个系列的平替大间。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到底是谣言还是真的是这样子。那首先先声明一下，这期视频没有任何一家厂商给我赞助。OC 这两个样品呢，确实是我找 OC 他们申请的，他们虽然提供了样品，但是并没有支付我任何的推广费用，也没有干预我任何的创作，所以可以请大家放心观看。那 Smart HD Cine 13呢，是由我的一个朋友在洛杉矶这边本地开了一个 rental house， 叫做 Spherical Productions， 是我们华人兄弟自己开的，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项目需要租赁一些器材的话，不妨去他们的网站看一下。那今天这一视频其实并不是一个横屏，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定位上的产品。OC 这边小的这个$1000不到，大的这个大概$1300多，而这个如果你不打折的话是$4699。还是裸机不包括配件，如果你配齐一套可以上组的话，这样一套要$5000多。所以这套 Cine 13大概是我右手边的任何一台的4到5倍的价格。所以今天其实并不算一个横屏对比，我只是想看一下，就是传言中 Smart HD 的小平替 OC 这个 Mega 系列和真正的 Smart HD Cine 这个系列价格差这么多的情况下，功能上有什么区别？是否能够在部分的情况下替代 Cine 这条系列成为你片场上的大间？那相信大部分人目前来说找大间的需求，其他内部功能先不说，先说这个屏幕的质量来说的话，肯定有几个需求。第一个就是比较亮，方便户外操作。那参数上来说，无论是 Smart HD 还是 OC 这两款，他们三个在纸面上的参数都是1500尼特，有到1500尼特，我觉得他们三个在户外工作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甚至你不用上遮光罩，在大太阳底下工作也基本上不会有问题。但是我实测下来发现，OC 的这两款开到最大亮度的时候，确实比 Cine 13开到最大亮度。我这里说最高亮度，不是说把它亮度调最高，而是激活那个不能校色的最高亮度。但是我实际上肉眼上觉得 OC 这个会更亮一点，所以在亮度上，说实话 OC 蛮给我惊喜的。虽然说他们纸面上的参数都是1500尼特，那其次他们都是10比特的面板。那说实话，10比特面板对无线监看来说，我不认为有什么特别大的优势，除非你是当 DIT 连着线操作，因为大部分无线图传出来的画面都会被压成8比特。那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价格，刚刚也说了，他们有4到5倍的差价。那不光是价格 ，OC 这边我觉得蛮良心的是，他给我一套全部配齐了，我买一个价格，我既有电池板，又有遮光罩，还有保护的东西。那 15S 这边呢，它会直接给你一个保护包。那 22S 呢，它是直接给你一个预切好的，能够匹配上 Pelican 1600或者是 Nanook 945那个箱子的一个预切泡沫。所以呢，你从箱子里连着泡沫一起拿出来，就可以直接放到你自己购买的安全箱里面了。当然，它也有安全箱，但是它的一个安全箱就要$600。Pelican 那个空的1600也才200出头美金，它的所有的配件都价格贵到一个我无法理解的程度。你如果单买一个这个屏幕，它是不带电池板的。你如果要买它的电池板的话，它是$399。那当然它的电池板是比较好的，是可以同时插2个电池，可以实现热拔插的，但是价格就是$400。然后它的标配还不带遮光罩，也就是说如果你要买一个遮光罩的话，你另外要花$249。然后呢，如果你还要买一个屏幕的保护的这个亚克力板，就是这种，就是塑料片一片，这一片你要花$199，$199，这还不是玻璃，是塑料，真会赚钱，真会赚钱。那他们三个尺寸最近有打折，会相对便宜一点，但是如果没打折的话，原价13寸的要卖$4699，Cine 18$4889，Cine 24$5889。所以基本上大家在片场上看到的也都是剧组租的，很少会有人自己掏腰包去买这么贵的大间。那还有一个可以说的地方，我觉得就是他们的 UI。那 OC 这边的系统呢，确实有一些功能确实有点像 Smart HD， 尤其是它能够建立最多8个页面，那每个页面你可以调好你的不同的喜好、不同的功能，每次切换页面就可以另外开启完全不一样的功能，你不用花时间去一个一个开、一个一个关。所以这个理念确实有着 Smart HD 那个 Page OS 的那个操作系统的理念。大家如果有看我之前 Smart HD Ultra 5那个评测那期，
西应该也很眼熟。那它 PageOS 大间和小间很多地方都是一样的操作逻辑，整个操作起来是很丝滑的，但是还是一样的问题，就是它在中文显示的时候有一些翻译并不是特别的准，应该是机翻的，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你都看得懂。那不光是 OC 啦，我觉得国产蛮多这种监视器品牌的厂家都会有一些 UI 上的审美上的问题，我个人觉得不是在我的审美上。Smart HD 这边呢，确实是整个画面很简约，字体也很舒服。OC 这边的字体我可以明显看得到一些锯齿，然后呢，它的封面也是饱和度非常高、非常鲜艳的画面，我觉得这个用起来有一点点的接地气。但这个是主观审美上的东西，它并不影响工作上的东西，所以我这边就是稍微提一嘴。那当然，毕竟价格差在那边，所以呢，它肯定在功能上有一些地方是 Smart HD 有，但是 OC 没有的。那作为监视器，它肯定基本的大间上的功能，它应该是要有的，尾色啊、斑马线、示波器、宽萤幕变形镜头、反向拉伸，然后对焦辅助、峰值都是有的。所以这些功能，我觉得基本上能够满足80%的人的需求。那我现在来讲一下Smart HD 这边有哪一些它没有的东西？那 Smart HD 这边呢，它可以实现4分屏预览，因为它这边有4个 SDI 输入和1个 HDMI 输入，也就是说最多有5个输入源，然后你可以同时监看4个源。那尤其是对于直播啊，或者是多机位拍摄的采访来说是比较友好的。OC 这边它虽然后面接口比它少一点，但是也有2个 SDI 输入和1个 HDMI 输入，但是它同时监看只能看1个，它不能多屏幕预览，这个是一个限制。那还有一个就是它有洋葱图功能，它可以在机内截一张画面上的图，以半透明的形式来显示，那你就可以以相机的画面进行一个叠加，然后来匹配到上一个镜头拍到的位置。你可以比如说做一些定格动画的时候就很方便，或者一些转场的需求，你需要让东西在同一个位置上，它也可以做到。所以洋葱图功能它这个也是没有的。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比较关心的地方，可能就是色准。那说实话，他们2个都有色差那相比于我相机上看的，因为我平常用索尼都是拍 S-Log3嘛，然后我在相机屏幕上看到的是用伽马曲线那个还原预览，我相比于相机屏幕上看到的颜色 ，OC 这边呢我就会稍微发黄一点 ，Smart HD 这边呢会稍微发一点青绿色，所以其实他们2个并没有哪一个是特别准的，相比于相机屏幕来说但是也不是说不能调整。Smart HD 这边呢，它有4种可以校色的方法，第一种就是连上专门的有这个许可的电脑来进行连电脑的校色，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用校色仪校色那还有一个就是手动在这个系统上面看着实时预览来调它的 RGB 参数，还有一些伽马曲线参数，来非常直观的调整一下这个色差。那最后一个就是 LUT， 你可以自己做一个校色 LUT 套在画面上也可以实现，所以它有4个。而 OC 这边呢，它只有2个。那第一个也是校色 LUT， 那第二个呢就是用校色仪。所以相比于 Smart HD，OC 这边我觉得他们缺少了一个调整 RGB 的一个实时校色的功能，因为说实话，用校色仪或者用电脑校色听起来都很麻烦，你无论是找人来调或者叫厂家来调，这个时间成本都会拉得比较长。而 RGB 校色真的是一个非常快速的调整方法，你可以非常直接在这片场上就可以完成调节。因为我体验了他们有1个多月时间，所以我自己有花了蛮多时间，我做了一个 S-Log3 还原的校色 LUT， 就是它是带着 S-Log3 的还原 LUT， 然后还加上了我的校色，我在电脑上做的。这个 LUT 只能给 S-Log3 的伽马曲线用，其他品牌相机可能就不行了。所以色准这个东西并不是说越贵的机器就越准，因为我这次我这个朋友他其实一共借了我2套 Smart HD， 都是 Cine13， 我测试的时候把它们并排放在一起，我就发现我设置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我图传也是用一样的图传，但是最后得到的画面2台一样的东西都会有色差，所以这个确实也蛮无奈的，因为屏幕本身用久了就是需要定期的校色保养。但是因为我这台拿到手时间就几天所以呢我没有办法像给他们一样做一个 LUT。 那确实在套完那个 LUT 的时候，我在监看我索尼的 S-Log3 的灰片素材的时候，色彩就蛮舒服蛮准的了。它原始的颜色呢，除了发黄之外，我觉得还有对比度过高，导致我的暗部细节有点看不清楚，还有就是红色有点饱和度溢出那这些问题我都在这个 LUT 里解决了。因为做 LUT 不像实时 RGB 调整可以直观的在屏幕上看到，我要电脑上做一遍，导进来看一遍，有问题在电脑上再调整，再输出一个 LUT， 再导进来看一遍。所以我这个 LUT 我反复做了，我觉得有快40稿，最后这个 LUT 我做出来我觉得蛮准的吧，就不能说100%没有色差，但是我觉得比原始的颜色要好蛮多的。那这个 LUT 下载链接我也放在我视频简介里面，大家下载导入就好了。那还有一个就是隐形的一个成本，就是学习成本，因为基本上我不知道国内是怎么样，反正美国这边基本上都中大型的片场的 AC 都要会用 Smart HD。那基本上你是 AC， 你拿到 Smart HD， 你可以
快速的上手操作，节约片场上这个准备的时间。那 OC 呢，可能并不是每一个 AC 都会用，所以呢，它可能需要一点的时间在片场上去熟悉一下操作逻辑。那还有就是续航，那说实话，他们两个都不错。我的 V 电池是比较大的，大概是170瓦时，我一天下来用2块就好。那根据你用的亮度不一样，可能它的时间上会有一些变化。基本上像我这个160、170瓦时的电池，我用到4、5个小时是没问题的。你可能户外的话用到3、4个小时是没问题的。那 Smart HD 这边也差不多，同样的电池，室内使用一天的话，大概用2块这样。我说一天是工作一天，大概是8到10个小时的工作。户外的话可能会用到3块电池这样子。总体来说续航都差不多，都蛮好的。那刚才有提到这个视频信号的输入输出接口嘛 ，Smart HD 这边比较多。那 Smart HD 这边呢还多的是供电接口，它是对外供电接口。因为呢 OC 这边电池板我看了一下，它没有额外的D-Type 的接口，甚至机子上也没有任何可以给其他设备供电接口，因为大部分情况下大件都是连着无线图传接收器的嘛，所以这个没有一个供电，我说实话觉得有一点点麻烦。那现在像我这边图传，我都接着一个970的电池，我观察一下，它这个 V 口电池板，上面有一些预留孔位，你完全可以把它拆下来，然后它里面也有一些预留的线，然后你把预留的接口孔位可以买一些零配件，把它改装成一个 D-Type 输出或者是 USB 输出的一个供电方案。那 Smart HD 这边呢，我已经看到2个 LEMO 的供电，还有一个 USB-A 的供电和一个 Type-C 的供电，供电基本上是没问题的。那它 HDMI 这边也有输入和输出 ，OC 这边呢，它 HDMI 只有输入没有输出，输出的话只有2个 SDI 的输出接口。Smart HD 这边它还有网线接口，可能用来直播，还有 GPI 接口，可能用来连一些控制器，所以接口这边 Smart HD 确实是比 OC 这边要多。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尾色上，那 Smart HD 这边有我很喜欢的 EL Zoom 的尾色 ，OC 这边就是有阿莱尾色，还有光谱所以相比之下，这种功能细节上的东西 Smart HD 确实会多一些。那功能上 OC 这边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比如说有一个是 log 的还原，就是色彩管理。那确实在我开启色彩管理之后，我激活那个 log 还原的功能，它能够还原，先不说好不好吧，这个颜色我觉得确实是太偏黄了，而且对比度太重。但是它激活这个 log 还原之后呢，它亮度就无法调整了，这个是有一点逻辑上来说我不知道是什么逻辑但是这个是我目前发现的一个用起来不方便的地方。但是说实话，它这个 log 还原我也不喜欢这个还原的色彩，所以我最后也还是用我自己做的那个还原校色 LUT。我的 LUT 解决掉这些事情之后，颜色上的问题对我来说就不是问题了。那 OC 这边我觉得还有一个不足之处呢，就是它上 C 架的这个底座的结构呢，它是一个没有办法调整角度的。如果你今天的地不是像我现在室内这么平，那你这个就没办法调水平。那这个东西虽然说 Smart HD 官方的这个也是不能调整角度的，而且你还要另外花钱买。OC 这边至少它是标配给你的，所以我也不能抱怨什么了。那 15S 这边呢，我会建议大家用一个，我不知道这个中文叫什么，有一个万向球可以调节的一个 Baby Pin。你就可以调水平，你甚至可以转90度来竖拍肩看。那 22S 它因为体积比较大，我这边就不建议你用那个球形的那个 Baby Pin 了，因为那个转接的东西我不知道它承重稳不稳定。但我发现你可以把后面这个卡口拆下来，然后呢，它其实有4个上 VESA 电视卡口的预留孔位，然后呢，你就可以买一个第三方的一个 VESA 支架。但我这边建议的是你买那种可以分体式的，你可以最后留在上面的只是一个快拆板，用的时候再把支架给它装上去。因为你如果是一体式的那个 VESA 支架的话，它预切的那个泡沫的那个模具就不匹配了，你就塞不进去那个泡沫箱了。那 Wooden Camera 这个支架呢，也是一个有球形的，你可以随意旋转的一个解决方案。那它承重也能承重几十斤，所以完全没问题。还有一个区别呢，就是 Smart HD 呢，它在上面、侧面都预留了很多上配件的孔位，有3%的，有1/4英寸的，甚至如果你还愿意充值的话，这下面也可以给你上一整排的孔位。OC 这边呢，它能够上配件的孔位，如果你不额外充值的话，它默认情况下就只有我在后面看的话是左上角的这边，但是正常情况下你也就是挂个图传吧，所以一边有的话我觉得也没问题。但是它其实还有预留同样的安装这个配件孔位的位置，多预留了3个，4个角其实都可以装一个。如果你配件很多的话，你可以额外再买一些这个配件。那这2个尺寸上，我觉得也是有点讨巧，我不知道是不是和 Smart HD 这边有一些错开的成分在。那 Smart HD 是13、18、24嘛，那它刚好这2个就是夹在 Smart HD 这3个中间的尺寸。它15寸，它
22寸。那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它这15寸的屏占比 Smart HD 要大，所以 OC 这边虽然比 Smart HD 要大2寸吧，但是呢，他们的整个机子的体积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同样的体积下 ，OC 这边能够获得更大的屏幕，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那 OC 这个我也在1-2个月体验的时间里把它带到了片场上，也实际给我们的 AC 用了一下，他觉得 OC 确实是也不错，因为我们的拍摄没有用到阳春图啊这些比较复杂的功能，基本上大件的功能它都能满足我们的工作需求。但还有一个我觉得可以精进的地方啊，就是这个15S 它自带的这个收纳包。那确实标配里面有带收纳包，是一个很良心的东西，相比于这边的什么都不带。然后呢，它下面也预留了一个金属孔位，你可以直接带着那个收纳包架上 C 架这个是我觉得很方便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它后面打开之后有一点操作上的逻辑有点奇怪，它后盖正常打开之后，如果你是上了这个灯架的话，它就会自然下垂。你如果里面有一些比较重的东西，像我电源线就会收纳在里面，东西就会滑出来掉地上，所以这个我觉得有点不方便。然后呢，它后面还有一个用来牵拉这个后盖的这个挡板，它用魔术贴形是贴住那个后面挡板之后呢，确实我的口袋的开口不朝地了，但是这个挡板会影响到我换电池，所以整个的操作逻辑一环套一环，我觉得有一点点设计的不是特别的人性化。还有就是它上灯架的这个锁紧的这个螺丝，这个螺丝呢，平常收纳的时候要把它完全的拧下来收进包里，那这个我怕有的时候我会弄丢，而且它的手柄是比较长的手柄，它在旋的时候有可能会被收纳包或者被灯架的旋钮给卡住。那它们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分辨率 ，Smart HD 这边分辨率直接就是 4K， 那无论是它本身屏幕的原生分辨率，还是它信号接入支持的分辨率，都是 4K， 它的 SDI 是12G SDI。那 OC 这个它的原生分辨率只有 1080p， 它的 SDI 那肯定就是 1080p 的 3G 的 SDI 了。但是说实话，我们的图传，除非你用到 Teradek 4K 无线图传的程度，要不然你正常片场上我的 DJI Transmission 也就是 1080p 的图像传出来。我相信如果你已经用到 Teradek 那个等级的图传的话，你也不会来看我这些视频嘛，对吧？分辨率上的优势，说实话，在 1080p 的图传下面就完全不存在了，你看到的都是 1080p 画面。那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有细心观察的话，可以看到 22S 和 15S 虽然是同一个品牌的同一个系列，但是它们的屏幕也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小的这个明显反差会比大这个要大一些，看起来暗部的地方会比较暗还有就是它们的屏幕的比例也是不一样的。22S 呢它就是 1080p， 15S 呢它是1920×1200，不是×1080，所以呢对于分辨率的兼容性来说的话，这个 15S 应该会更好一点。所以其实最后结论是，确实功能上肯定更贵的东西它就有贵的地方，但是呢 OC 这个我说实话，我按照10比特1300尼特以上吧去筛选 OC 这个确实是让我眼前一亮，因为相比于其他我搜出来的结果的价格， Mega 这个系列确实是很亲民这个价格。所以如果你预算有限，你想省这几千美金下来，你买1-2个电影镜头也觉得很香的话，那确实这个平价的大件能够让你省到不少的预算。今天这期就到这边，希望能够帮助到如果你在观望这个但是又不确定它跟 Smart HD 差多少的朋友今天给你一个参考。那我们的 QQ 交流群在视频直接里面，欢迎加入讨论，有空来做。